穷人难以翻身的真相就是男人辛苦挣的钱大多花在了女人身上，而女人的钱呢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老板的口袋。大部分女人存在哪些较为普遍且难以改变的人性弱点呢？比如虚荣，对吧？总是追求表面的光鲜，比如肤浅，缺乏深度的思考，比如情绪化，容易受情绪左右还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并且她还吃不了什么苦。不过女人手里呢也握着一张极具分量的底牌，那就是生育价值。即便一个女人家境贫寒，家徒四壁学历也非常的普通，甚至连自己都难以养活，即便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只要她愿意点头，总会有一大群的男人迫不及待的排着队甚至是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生存资源双手奉上，仿佛是求着她来剥削自己。就算条件优越的男人瞧不上她，只要她愿意降低标准，找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男人，也总能找到接盘侠。结婚之后，彩礼、孩子的养育费用，乃至自己今后的所有的生活开销，都能够从这个男人以及从家庭中源源不断的抽过去，像抽水一样。而且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在社会上，不是吗？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背景下都被当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一个女性的生存模式。所以说女人普遍能够从男人身上获得钱财，只是数额多少的区别罢了。当然了，如果自身条件实在太差了，找的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那也就怪不得别人了但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确实也是成立的现在呢，咱们再来看看男人的人性弱点又是什么呀？一方面好色另一方面呢，繁殖欲望强烈。大多数普通的男人既没有赚过什么大钱，也未曾得到过真正的女人的这种真心爱慕这使得他们这一生都会深陷焦虑之中，既有性方面的焦虑，也有生育带来的焦虑，他们内心是极度匮乏的。然而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办法能从女人那里赚到钱，身边的朋友也同样的穷困潦倒，有钱男人的钱他们更是赚不到。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男人的生存路径就只剩下打工这一条路了，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时间、体力，甚至是尊严，从老板那里换取少量的可怜的一些生存资源除了这条路，也只有家庭能够给予他们帮助了。于是呢，在中下层的社会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女人向男人伸手要钱，男人则转向自己的父母，对吧？向他们去要。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身边的普通家庭，是不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父母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光是彩礼可能都得拿出个30-40一场婚礼呢又得来个10多个再加上什么买房子首付咯这样那样，什么孙子怎么样了，对吧？上学了，什么补习班了，包括什么婚后男人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也都要花在家庭里面，不仅自己被榨干了，父母呢也被掏空了。这样的男人就如同自然界中的公螳螂，在自然界公螳螂完成基因传递的使命之后，就会被母螳螂给吃掉，他的身体会成为孕育更强大后代的养分。这与无数男人的命运何其相似他们自己和父母2代人的血汗去供养着一个女人甚至可能还在抚养着一个并非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自己仅仅只是充当了一个工具而已。那么问题来了，女人如此能花钱，还能向老公要彩礼要钱，这些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呢？其实这些钱最终都集中到了金字塔尖儿那一小撮最顶级的男人手中。女人想要的 LV 包，钱呢就被路易威登的老板赚走了。那去购买泡泡玛特，对吧？钱呢就进了泡泡玛特老板的腰包。在电商平台消费，钱就被电商的老板赚走了。看演唱会钱又被明星给赚走了甚至是遭遇杀猪盘，钱呢也被那些不法老板给骗走了。这就像是一个设计的非常完美的财富收割节链。底层的男人通过出卖劳动力从顶层的老板那里挣得微薄的薪水，然后再将这些钱交给女人，而女人就通过消费把这些钱又还给了那些处在金字塔尖儿的男人，是吗？所以说女人的消费力看起来很强，但是对于多数的男人尤其是绝大部分的穷人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从女人身上赚到钱，只有老板才有这个本事。你随便问问几个身边的这种打工的人有几个人赚过女人的钱？基本都没有。他们注定是要给女人花钱的命而那些真正赚到过大钱的人，哪个不是把赚女人的钱这几个字刻在骨子里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男人的钱很难赚，穷男人本身就没有什么钱，而有钱男人呢又不怎么消费，对吧？他们的需求很难满足，你很难提供一项服务能够让有钱男人心甘情愿的为其掏钱但女人不一样他们的消费往往是情绪化，是冲动且持续的，他们愿意为感觉、为颜值、为故事等各种元素去买单，所以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从女人身上去赚钱，那他大概率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注定会像一只公螳螂啊，一辈子在底层的循环中被反复收割，甚至是精力耗尽。只有那些能够赚大钱的男人，才能够去摆脱这种螳螂模式。只有成为老板的男人，才有机会赚女人的钱。同样，也只有优秀的女人，才有机会嫁给一个并非螳螂模式的男人啊，然后夫妻携手，共同建立属于自己的家族。还是那句话，弱男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或技巧，交割是加强男士人心。我们下期见。